说吧，老爸，到底找我什么事啊？大周末的，你最后一个懒觉也不让人家睡。你那是最后一个懒觉啊！你这几天不是天天在赖床啊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谁说的啊？下周一呢，我就要开始正式上班了。好，你有这样的意识很好啊。那个周周妈来学校道过歉了，学生们都盼着你回去呢。你这个周末好好调整一下，下周一回沃顿上班。晚啦，我刚接到育才中学的入职通知，下周一呢，我是要去那里上班。育才中学？怎么回事？你沃顿对你这么认可，学生们盼望你回去的呼声那么高，你为什么和自己过意不去，要选择这样的地方呢？我还真就喜欢跟自己过不去了。您不觉得我如果能去那个学校，把那里的学生教好，才更有挑战性吗？况且啦，这不正符合了您对我的一贯严格要求吗？不对，你怎么会突然去应聘这个学校呢？一定是萧寒的爸爸影响你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能把孩子往这种学校送的人，这样的父亲本身就不合格，现在又来影响你。爸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也不晓得人家学校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怎么这样批评啊？那你了解那个萧寒爸爸吗？我在学校那么多年啊，我对育才还是有所了解的。你现在贸然去应聘，对你将来的职业生涯肯定会有负面影响。我都还没去呢，你怎么知道会有负面影响？来，你们俩喝点茶吧。小欧啊，你别老是对着你爸爸瞪眼睛，好好说话行吗？总之呢，我下个礼拜一就会去育才中学报到，您也不用替我留位子了，帮我谢谢学生们的好意。这个呢，算是我给我学生们的回复。之前我离职太匆促了，这段视频就算是给孩子们的一个交代吧。我走了。哎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醒醒！干嘛呀？大周末的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要去内蒙古几天，文姨呢一会儿过来，你这两天想吃什么，你就跟她说，在新学校千万别惹事儿啊。去几天啊？3、4天吧。你爷爷我找到了，他在内蒙，我申请内蒙县呢，就是想能有时间去看看。那我也跟你去吧，我也想看我爷爷长什么样。我又不打狼去，你跟着干嘛？你上次去澳洲又差点没回来，这次又去内蒙古，更凶险了。你能让人放心的下吗？别瞎操心我的事儿，内蒙我飞多了，你记住啊，放学之后不许瞎逛悠，赶紧回家，知道吗？别给我惹事儿。注意安全。死不了。你好，你找谁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厂子现在没人了吗？哎呀，去年头停产1年了，马上这里都会评为平地，说建什么房地产项目，我呢再坚守半年，也快撤了。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啊，这人叫李立群，以前他在这儿工作过，您听说过他吗？李立群啊，哎呀，这名字听起来倒是挺耳熟的啊。李立群，哦，对了，他去年带着他全家搬回上海去了。回上海了？那您有他上海的地址？哎呀，那可没有。就这啊，我还是上个月碰到个老熟人，他辗转告诉我的。啊，那怎么才能联系到他呢？您帮我想想。
我这抽屉倒是有一个联系人的花名册，不过李立群退休比较早，可能不在册上。不过设计科的陈工和李立群的私交不错，他那有。那麻烦你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帮我找一下吧。哎，好，那我等会儿我去把他的地址、电话抄给你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奶奶，哎，今儿不用做我的饭了啊，您自己做您自己就行。我跟人约了吃饭。哎呦，你个小孩子家还约人了你？是不是你爸爸不在，你想开小差啊？啊，你爸爸可告诉我了，让我管着你呢。我约的人啊，您也认识。谁呀？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使非史叔是也。啊，是你史叔叔呀？哎呦，我也好长时间没有见他了。你见他呀，问声好啊，让他没事儿来咱们家吃饭。好嘞，我晚上就回来啊。奶再见。再见，注意安全啊。好嘞。小孩。喂，史叔，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？是不是以为我是老吴了，所以不敢接呀？哈，是这样，那个我爸不是出差嘛，然后我这个没啥钱吃饭了，你过来请我吃顿饭呗。不是，人老街小馆那老爷子也不会用微信呐，你给我转200块钱有什么用？你就过来吧，啊！放心，我爸真出差了，骗你干嘛？李工呢，1年前就搬走了，我也是今年刚退下来。哎，这几天都忙厂子拆迁呢，交接的工作，哎，没跟他怎么联系。哎，他说过他回上海要再创业呀，不知创得怎么样了。那您知道他在上海住在哪个区域吗？哎，好像听他说过一次，哎，当时也没在意呀。再说，他都离开几十年了，上海的事他不怎么说。哎，我给你找找联系的方式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糟糕，那张纸啊，让我那小孙子啊拿去叠纸飞机给扔了。哎呀，我记得上面有他的电话呀。那他的电话号码您能回忆起来吗？好像是136开头。哎呀，这个人老了，这个记性不中用了。136，这个想不起来。那您这有他的照片没有？照片儿？哎，哎，有一张。哎，这是一张证件照。证件照啊，那是帮他办退休的时候呢，多了这么一张，啊，忘了还他了。孩子，我要问你，今儿你怎么了？要这么些菜，你吃得了吗？你是史叔来啊？哦，我说呢。哎呀，孩子，你还真有心啊！你看这红烧肉，这都是你史叔叔爱吃的呀。我史叔叔不爱吃菜，你看这一点绿都没有。属动物的，你爸这几天飞哪儿去了？啊，他找他爸去了。找他爸？嗯。哦，是说找你爷爷？嗯。哟，来了啊，师哥，坐坐坐。你看孩子多有心，点的都是你爱吃的菜。要什么再说话，赶紧吃吧。嗯。今儿开车了吗？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？
告诉你啊，明儿想撮合我跟那谁一点门都没有。你呢，找我办事行，让我们和好，免谈啊。谁要撮合你跟他呀？我烦他还来不及了，你先吃饭。我今天我得好好跟你吐槽他一下，真的，我都憋不住了。吃，妈肉往汤里放。说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一个篮球队的队友，特别喜欢我们班班花。我们班班花呢，对我还不错，没有那个意思啊。我跟他就是好同学、好朋友，乐队的队员，就平常就接触的多了，也就走得近点。我那个篮球队队友呢，他就看不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觉得我们俩走太近了，他就生气。但是你不喜欢我这样，你可以跟我说呀，你能不能别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啊，对吧？就是这种背后就是使绊子人最可气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我们就去打比赛去了，他呢就公报私仇，脚底下使暗劲儿。原本他负责他区域，我负责我区域，他非得来我这儿抢球，把我撞上了不说，比赛还输了。别编了行不行？到底要说什么？骗你干什么？我腿上还有伤呢，你检查一下。我是想说，就他这种人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他成为朋友的。我当初就是这么想，但是跟他打了一架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其实也没有多大仇，没有多大怨，其实还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跟老吴这么多年交情，还有什么仇什么怨解不开呀？是。老吴呢确实跟小老师走近点，但是真相是这样的，那天小老师喝多了，我送他回家，他不去，他非得来我们家找老吴谈谈。然后我把费雯丽轰走的这段时间之内呢，他俩肯定发生点啥。主要是我问他，他也不说，我估计就是碍在你的面子上，他不告诉我。不是你跟我说这干嘛？他俩爱干嘛干嘛，那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肯定跟你有关系啊！要是没有你的话，人老吴早就对小老师下手了。你在这儿，我们碍着你的交情，他直接拒绝小老师了，怎么跟你没关系啊？这做的还有点儿您吃饭。老伴儿，哎，闺女啊，给咱们回短信了，你过来看看。是吗？爸，赶紧往我信用卡里打2万块钱，10万火急。哎呦，怎么又要钱呀？我说呢，今天银行寄这个来了啊，看看这，看。哎呦，是赔钱货，一天到晚不着家，看了没有？有事儿了，来信儿了，12万，咱上哪能12万去？哪有12万？这不写着呢吗？写丢人！打2万块钱，10万火急，什么叫12万？这12万，我把这店卖了也不值12万。甭理他，你说呢？这不甭理他了，给他个教训，没完没了了。不是，甭理他。你不理他，孩子在外头不急坏了？再说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也不会跟咱们张嘴。他没事，他不来信儿，有事就要钱。那当然，他有事才来呢。咱们是谁呀？你是他妈，我是他爸爸，他不找咱们，找谁呀？我不是他妈，我是他钱包，都你惯的，你狗蛋！哎，你快把这个春哥买单啊！你照顾着。哎，买什么单？别买了，他爸爸放我这儿的钱呀，我还没用完呢。不认识他爸，你不认识他爸？那你给我100就行。150，啊，100，150。谢谢叔啊。
走了。拜拜，爷爷。哎，孩子，帮我点忙。你看看这银行贷款怎么还呢？您这简单，您就直接去趟银行，带着这封信，然后照着这上面这卡号把钱输进去就行了。哎，好嘞。好，我走了啊，爷爷。哎，拜拜。哦，这还挺简单的呀。臭小子啊！我请你吃饭，你还教育我啊？还给你爸当说客。你跟老吴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俩是打不散的。不是你们俩，一个老白眼狼，一个小白眼狼。我这走了，你自己家行吗？没问题啊，文一在家呢，还说让你回家里吃饭去呢。有你爸吃不下。嚯，你俩还真老死不相往来，再也不见了。再也不见了。口是心非。哎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有收获吗？白跑一趟。哎，怎么白跑一趟？你是地址不对，还是找错人了？我飞了大半个中国就为了找这人，没想到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谁呀？门口那老街小馆你知道吗？就是那老爷子。哎，我昨儿还跟他说，我说你去找你亲生父亲去了，他还笑呵呵的，闹半天李爷爷就是我爷爷呀。他不配当你爷爷。哎，不是，他是不是一直暗中观察你啊？这事儿越想越害怕，细思极恐。我问他内蒙的老同事，1年多前他回上海了，这饭馆开了半年多了，你说他开离这么近，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图什么呀？应该不是冲着你来的吧？他图你40岁一大老光棍子，他图你什么呀？那存款还4位数，不过他家事儿倒是挺多的。前几天老两口还商量着去转账付费呢。觉得他开这饭馆也没什么客人，收支能不能平衡都不知道呢。他干什么在这儿？哎，要不咱俩明天下去探听一下虚实？不了，打铁要趁热，咱俩现在就去。喂，你先上你学去，让我想想理一理。等有具体办法了，咱再行动。这都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讲，这喝点尿去。今天早上我看到他拿被子在那晒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挂起来要晒，我要一股呀！哇，那个味道真的是。我要说你怎么知道？你知道？行，领导，我跟你说啊，听说这新来的女老师挺年轻的，长得还挺漂亮。哎呦，既然她这么漂亮，那我们是不是得办个欢迎仪式，才对得起她的漂亮？必须的。那个我插句话啊，能不能先提前透露一下，怎么想好什么法子整你老师了？拿出来看看，见识啊！看，这个对我们年轻女老师啊，那是百试百灵。那可不。你们呀，太年轻，这一招也下不着啊。你要玩就玩个狠的，弄个组合联机。组合联机。好像不错。同学们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小欧，是你们之后新的英语老师，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合作愉快。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。
不行啊，做工太粗糙了。以前我做的时候还有毛刺呢。那好，上课了。今天我们要上的。OK， 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谢谢你们的大礼，我也准备了礼物回赠你们。上课之前，我们先来个小小测验，让我也探探你们的底。往后翻。来了，那边坐。那老板娘有汤吗？你还要素的。哎，这是您的盖浇饭。哎呦，是你啊！我看这后影就像你，这么快就回来了。我去了趟内蒙。内蒙？哎，你今儿想吃点什么呀？就随便来点什么就行。好嘞。吃不下，要不您帮我打包吧。好嘞。行啊，刚才都处事不惊，真没被吓着啊。臭小子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同流合污了。看出来了。看不但已经同流了，多半还是那个牵头的。这你都能发现，那你还不赶紧请我家长？正有此意。明天放学让你爸来学校一趟。你对我们家也算是轻车熟路了吧？我估计你闭着眼摸都能摸到那儿去，你就直接去我们家不得了吗？让他来学校，这是规矩。明白了，上回输了，这回想扳回来一局，对不对吧？大叔啊，命可真苦啊！脑溢血刚恢复，到医院去检查，又查出来得了非小细胞癌。幸好我发现的及时，得好好给大叔救。听你大叔那病房里的病友告诉我啊，好像有一种靶向药，还可以吧？那你们赶紧试试啊！这种药啊，国内没有。要去一个英国博士在香港啊开的肿瘤诊所里才能搞到。哎，人家有办法，我哪能比呢？我经常飞香港，我帮您带。真的啊？哎呀，听说这个药挺麻烦的，需要冷藏，说是温度啊要控制到2到8摄氏度。哎呀，太麻烦了。这个没关系，我想办法解决。你只要问清楚那个病友，那医院在什么位置，电话是多少，你给我就行了。真的可以呀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一会儿就去取钱啊。这要多少钱呀？大概得2.7万吧，啊，但是能用21天呢。我手头啊，刚好凑够了3万块钱。这么贵啊？还真是救命钱。就算有一线希望了。
我也想救救你大叔，努力过了，即便不成啊，我这心里呀，也就安心了。文姨啊，你这话说的太棒了，就佩服你这个执着劲儿。你放心，这个事儿我一定想办法解决。但是你先别告诉吴征啊。我也不想让他知道。回来了，我包的饺子。小费来了。我在向文姨学习包饺子呢。文丽今天轮休呢，想跟我学学包饺子。他这人啊，心可细了，把你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全都记下了。以后啊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做给你吃。那什么，来，跟你说两句话。你妈神神秘秘的。曲线救国的路子没有用，我尊重文姨，但她就算是我亲妈，她也影响不了我。我有那么没创意吗？我是真来学包饺子的。咱视野开阔点行不行？再来点创意，学包饺多俗啊！那干嘛不去当义工啊？去大街上溜达，举报黄赌毒多好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块铁，捂不热的。我不管你是铁还是冰，就算你是铁，也都能烤肉了。小费，我知道你喜欢我什么，我是个机长，看着挺风光的，事业呢看着也行，但其实我这人吧，对生活、对思想、对事业特别没有上进心，没那么高追求。你是对生活、对事业、对思想有上进心的人，有追求的人，咱俩不是一路人，就天天别拿着大棒在后面追着我打了。咱能不能保留一个女孩起码的骄傲，行不行？吴征，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所有的努力，对你来说就是这么的可悲可笑吗？哎，小费，饺子快下好了。文姨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你怎么吃了饭再走啊？下次啊，那你慢点啊。嗯，拜拜。门关好。哎呀，你看你忙活半天，不吃饺子就走了，你说你也不留他一会儿。我跟那小飞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不留他吃饭也对。现在的姑娘谁还学会做饭呀？这姑娘挺不错的，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。你看你，一个老男孩跟小韩一个小男孩，那日子怎么过呀？那不得有人照顾吗？没有，我跟那费雯丽就是不合适。您不了解这里边的情况，您别操心了。饺子下了。马上就好了。哎，太好了，文姨，我正好打包点菜，咱们准备开饭，我收拾桌子。好。尝尝饺子。好吃。吴征啊，刚才怪吴姨啊不了解情况，我还想啊给你们俩多创造点机会，让你们俩多在一块待一待，以后文姨啊可不敢捣乱了。不说，哎，文姨，你尝这茄子，这是从外面小馆给打包回来的，是吧？哎呦，这味道，蒸茄子里边加了紫苏叶子，哎呀，这可像你妈在的时候做的那个味道。这谁做的呀？我前两天不是去了趟内蒙古吗？然后在那边顺道查了一下李立群的消息，他已经回到上海了，就在旁边开了一家小饭馆。这茄子，哎呦，你说这茄子是李立群做的，他就在附近呀？文姨，我想问您啊，如果是您的话，知道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就在身边，您会不会认？文姨一辈子没有孩子，如果有啊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肯定认呐。哎呀，说是这人，年轻的时候把孩子撂下了不管，现在老了又来认，真不要脸。他如果不认你啊，
那说明他还要点脸。如果认你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武章，你赶紧跑啊，千万不敢认他，说不定他还图你点什么呢。啊，都出来了，你看看啊，这个是石总，这是刚送过来的。嗯，这不行啊，这也是像婚庆似的。哎，好。哟，哼，咱们不会真惹上什么事儿了吧？公司好着呢，这说点吉利的。不会真有人告我们吧？对呀。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哎呀，据说呢，我是犯了故意伤害罪。伤害罪？啊，行，你们忙去吧。啊，我一会儿看看这个受害人。哼。啊，行。嗯，这个婚庆这个不行啊。哎啊。不是叶大律师，我何罪之有呢？收到律师函了，你现在看一下表。啊？现在是我们认识的第10天，6小时28分钟。这10天里，你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，你这是完全无视我对你的好感。不是，这就伤害你了。那可麻烦了，我对安吉丽娜·朱莉还有好感呢，我对安妮·海瑟薇也有好感，那你们律师以后不得忙死啊？可以啊，口才不错呀。看来以后咱俩在一起不会无聊的，我喜欢。不是那个，咱说真的啊，就是你知道我曾经对林小欧有过好感，你不介意？这有什么？你们俩不是没结婚吗？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嗯。那你能，就是允许可能你未来的男朋友，然后曾经追过你的好朋友，你以后心里就没有疙瘩吗？我没有那么迂腐，这两者都很重要，但并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，所以可以兼得。你们这些老男人还真是老古董哈。老男人，我老男孩 ，old boy， 我。看看，这就是老年人的通病，不服老，不认老。行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喜欢你，你自己经营一家公司吧。和我在一起之后，你可以多了一个免费的法律顾问，你也不吃亏。你先不用回答我，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。我先忙了，就不送了。我这是老猎手碰上九尾狐了。报告，进来。我们班的作业，拜拜。哎，等等。啊？明天让你爸无论如何来学校找我。我记他明天有飞行任务啊。多晚我都等。那估计得够晚的，你得有心理准备啊。行。哎，还有，别让他知道我在这上课啊。小意思。别太累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今儿几点回家啊？今天是3连飞，不会太早。我们老师说了，今儿晚上多晚都没见到。刚去2天，被请家长了。不是，他说我们班一共39个人，就没见过我家长，也太神秘了。今儿必须了解一下情况。行，我今天下了任务之后，争取过去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们老师说多晚都得见家长，你是不是惹祸了？我是不是得带点礼物去啊？我是不是惹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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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这点小事你自己看着办。林老师，哎，校长，怎么样？适应了吗？这几天下班之后，我发现你一直在加班呢。还行还行，正在逐渐适应中。我们这儿的孩子啊，和沃顿的孩子比起来，程度上还不太一样，你要多多担待呀。会的会的，我自己会想办法调试的，总不能让孩子把我难住吧。那我先去上课了。哎。这次可把人文丽姐伤得不轻。说到哪儿的传说呀？都你小子传说。人文丽姐给你去找林川的父母，这事情不是谣传吧？人家知道你为这事情停飞了，立马去找林川父母电话号码，这不紧急就送来了。我觉得人文丽姐对你挺够意思的。不是有句话叫“难得有情人，且行且珍惜”，哥，你呀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差不多，差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师啊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您是肖寒老师吧？给您添麻烦了。怎么，肖寒家长还想贿赂老师啊？这也不叫贿赂，这就是我从昆明飞回来，顺手在机场买的小豆咖啡。几年的陈豆了，糊弄谁呀？你不说这个了啊？那个，你不是说不来吗？最后怎么还是过来当老师了？跟我闹呢是吧？跟你闹？你这是一个学生家长跟任课老师说话的态度吗？我错了，我罚站行不行？靠边站。哎，林老师，来这学校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感觉这个学校的学生比沃顿那帮孩子机灵多了？这儿孩子的程度跟沃顿根本没法比，机灵都没用对地方。我第一天来上班就被他们来个下马威，然后呢，看看他们的成绩，真是令人不敢恭维啊！我本来想给他们班探个底，结果这水深不可测啊！肖寒呢？肖寒也这么差？肖寒当然没问题，他考了全班最高分。你也不想想他是谁教出来的？您教出来的，这话就得直接说是您教出来的。当然有林老师在，我心里放心多了。你倒放心了，我多闹心啊！这些熊孩子捉弄人的本领逆了天了，要不是我道行深，脸皮够厚，早就当场被气过。看就行。我想起一电影，哎，您看过没有？那电影叫什么死亡诗社，就是一老师跑到一个新学校去，啊，也被那帮熊孩子气的是跟什么似的，好像跟你的境遇挺像的，是吧？那部电影我也看过，但那老师后来被学校开除了，下场可不怎么样。但是你不能否认，是那个老师重新唤醒了那帮孩子善良的内心，改变他们的命运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你现在碰到那些熊孩子，他们也特别想碰到一个这样的老师，唤醒他们的内心，改变他们的命运。你干嘛就不想当这样的灵魂工程师呢？谁准你坐下来？站回去。我就不该受你的蛊惑，放弃人物周刊这么好的职位，来到这个学校。都是我错了，对吗？我请你吃饭行不行？
这位美女看着眼熟啊！别套近乎。套什么近乎？人家上回来就坐这儿，我记得还看那个睫毛长长的舒克的微博。是我，你记性真好啊。那个睫毛什么的舒克的微博好看吗？比某人有内涵多了。心中是骏马和猎场，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，不过就这样。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。游离于城市的同样，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。为所欲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，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，风吹草低见惆怅，但至少还有光，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，不对别人讲，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？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，留下大人的模样，看岁月剑拔弩张，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。